你越拼命讨好身边的所有人，你的人生反而会垮得越快。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意识到，你每天流失的大半精力根本不是花在正事上，而是被你身边的人、外界的杂音一点一点榨干的。你有没有过这种时刻？一天下来，你什么正经事都没做成，却累得像被人抽干了一样，躺在床上，眼睛盯着天花板，心里空落落的，脑子还嗡嗡响。奇怪的是，你没搬砖，没爬山，没通宵，你就是坐着滑手机，回讯息，看别人吵架，然后就累了。我今天要告诉你一句可能会得罪很多人的话，你以为的累，90%根本不是累，是漏电。你是一只手机，被人偷偷装了几十个后台程序，你根本没在用，可电量就是刷刷的掉。而更狠的是，偷你电的人你还认识，有些是你身边那个天天抱怨的同事，有些是那个只会挑你毛病的亲戚，有些是网络上一个跟你八竿子打不着的陌生人，还有些是那个总想解释，总想被认可，总想讨好所有人的你自己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不跟你讲鸡汤，我要跟你拆一套2000年前的哲学，斯多葛。但你别怕这个名字，我保证，这不是学术课，这是一套实实在在的情绪防火墙，装上它，你就能停止讨好，把那些被偷走的电全部抢回来，拿去富养你自己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开始。先说一个你可能没意识到的真相，你回忆一下，最近一次你拿起手机，本来只是想查个东西，一个地址，一个时间，一个很小的资料，结果呢，半小时后，你困在一堆短影片里，脑子里塞满了跟你毫无关系的碎片。哪个明星塌房了，哪对情侣分手了，哪个国家又出事了。等你放下手机那一刻，心里涌上来的不是满足，是一种说不清的空虚，还有一点点烦躁。那不是休息，那是你的精神在被动的接收垃圾资讯的时候产生的巨大消耗。现在有个词很红，叫认知过载。说白了，你的大脑就是那只后台开了几十个程序的手机，表面上你没干什么，坐在那里而已，但电量蹭蹭的往下掉。这种状态最阴险的地方在哪？在于它给你制造了一种我很忙的错觉。你忙着回那些根本不用马上回的讯息，忙着吃那些跟你毫无关系的瓜，忙着为网络上某一个观点气到发抖。一天结束，你确实精疲力尽，可你静下来问自己一句，我今天到底干了什么正经事？你答不上来，因为你的精力不是用完的，是被偷走的，被那些设计的无比精巧的演算法偷走，被那些专门制造情绪对立的媒体偷走，被你身边那些永远在负能量的人一点一点地蚕食干净。你现在就像一个筛子，外界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能从你身上穿过去，顺手带走你最宝贵的注意力。说得再直白一点，你不是在过你的日子，你是被日子裹挟着走。就像一个被扔进洗衣机的玩偶，跟着翻滚旋转，被甩来甩去，等它停下来的时候，除了眩晕，什么都没剩下。在这种状态里，清醒简直是一种奢侈品。你想要的那种感觉，那种扎扎实实一步一步朝着目标走的掌控感，第一步不是去做什么加法，而是先堵上你身上这些筛子眼。那这些洞是怎么被戳出来的？我告诉你一个最大的漏电源头，你说得太早。我敢打赌，这件事每个人都有过血泪教训。你脑子里刚冒出一个想法，一个计划，可能是想减肥，想创业，想学一门新技能。你干嘛啦？你恨不得昭告天下，跟朋友讲，跟家人讲，社群平台先发一条违禁，配个励志的图，说的当下你特别爽，感觉自己好像已经完成了这件事。大脑甚至提前给你分泌了一点多巴胺，当作奖赏。但诡异的事发生了。说完之后，那股非做不可的劲头，好像也跟着话一起说出去了，谢了。这不是玄学，这是有科学根据的。心理学上有个概念，你通过向别人宣告目标，获得了一种虚假的成就感。你的大脑被骗了，
他误以为目标已经部分达成了，于是那股原始的能驱动你去吃苦、去熬夜、去坚持的张力就这么卸掉了。更别提你解释和辩解的时候，那才是真正的失血现场。别人质疑你一句，你就掏心掏肺的解释半天，恨不得把整个心路历程画成一张流程图，摊开给他看。你先停下来想一想，你解释给谁听？是那些真正关心你、能给你建设性意见的人吗？大多数时候，不是。你是在解释给那些根本不懂，也根本不想懂你的人听。他们只是随口一问，甚至只是等着看你出糗。你的每一次解释，都是在把自己的能量像输血一样，输给一个跟你毫不相干的陌生人，而你换回来的，只是一句敷衍的“哦，原来是这样”。你以为你在寻求理解，其实你是在乞讨认可。而且更讽刺的是，你乞讨的那个对象，判断力可能还不如你自己。这整个过程就是你亲手把自己的力量交出去，交得毫无价值，连个响都听不到。最后你发现，你累得半死，计划却还停在原地，因为你本该拿去生根的力气，全用来给外人修枝剪叶看了。那怎么办？斯多葛学派给了一个答案，简单到你可能会不屑一顾，但真正能活出来的人寥寥无几。这个答案叫控制二分法，意思是把世界上所有的事分成两堆，一堆是你能控制的，一堆是你控制不了的，然后把你所有的精力只投给你能控制的那一堆。听起来很简单，对不对？但我们从小受的教育，整个社会的氛围，教的全是反过来的东西。我们被教着要掌控一切，要赢，要让所有人都满意。可现实是什么？你连明天会不会下雨都控制不了，你连你老板今天心情好不好都控制不了，你连你爸妈心里怎么看你都说服不了，你还想控制什么？这种想要控制一切的妄念，恰恰就是你所有痛苦的根源。你就像一个对着空气挥拳的人，因为改变不了风向，把自己活活气个半死。真正的力量感来自哪里？来自你收回那些乱打的拳头，然后看清楚，你面前唯一一块能让你站稳，能让你使得上进的地板，就是你自己。注意，这不是叫你变佛系、变消极、躺平摆烂，恰恰相反，这是叫你把全部的火力集中到你唯一能改变的那个点上去。你不能控制面试官喜不喜欢你，但你能控制自己准备的够不够充分。你不能控制你的作品会不会红，但你能控制自己在每一个细节上是不是尽了全力。你不能控制别人会不会离开你，但你能控制自己在这段关系里是不是一个真诚的、值得被爱的人。有意思的事就发生在这里，当你把注意力死死盯在自己的事上，那些原本让你焦虑的睡不着的外部结果，反而因为你专注的行动开始慢慢变好。你不再是那个跪求风向改变的可怜虫，你变成了一个不管刮什么风都能自己调整风帆的舵手。这种笃定是外界任何一句夸奖都给不了的，因为它来自你对自己绝对的控制权。你心里清楚，从头到尾你才是那个说了算的人。好，讲到这里，斯多葛给了我们一个最核心最要命的动作，我把它叫做整套防火墙的主机，那就是4个字：专注自身，保持沉默。我甚至觉得把它叫做一个习惯都太轻了，它更像一种战略，是你在这一生的成长里最划算的一套能量管理战略。你想想，这个时代注意力比黄金还贵，所有的商业巨头，所有的平台都在想尽办法让你开口，让你发表意见，让你按赞、留言、分享、转发，因为你的每一个反应都是他们的流量，都是他们财报上的数字。他们恨不得在你脑袋上装个电极，你一有想法就自动帮你发出去。在这种环境里，你的沉默就是一种最彻底的反抗，也是最高明的自保。但我要澄清一下，沉默不是叫你当哑巴，不是叫你跟世界隔绝，躲进深山老林。沉默是叫你给自己的大脑
装上一套非常严格的门禁系统。任何想进来的资讯，任何想出去的话，都得先过你这道安检。你开始分辨这个资讯对我有用吗？还是单纯在消耗我？这句话，我现在有必要说吗？说出去是在建设还是在破坏？绝大多数时候答案都是不。于是你把嘴闭上，那些原本要外泄的能量就留在你体内，开始向内滋养你的思想。你会慢慢发现一件很反直觉的事，不说其实比说更有力量。你憋着那个想炫耀的念头，它就会转化成你深夜还在努力的动力。你咽下那句想反驳的话，你反而能看见对方观点里那1%可能存在的价值。你按住那个想找人诉苦的冲动，你就被逼着自己去面对那个困境，然后长出真正属于你自己的解决办法。这种沉默本质上是在为你自己盖一座不被打扰的精神堡垒。在这座堡垒里，你的想法可以不被评判的生长，你的计划可以不被干扰的打磨，你的力量可以不被稀释的一点点积聚。那具体到每一天，这套东西该怎么操作？我先给你打个预防针，这些方法看起来都超简单，但你一上手就会发现，它们全是反人性的。第一个，早上起床先别碰手机。我知道这有多难，手机现在基本上已经是我们的体外器官了。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摸手机，这个动作根本不经过大脑，它是一个被训练出来的根深蒂固的生理反射。你要对抗它，你对抗的就不只是一个习惯，你对抗的是你背后一整套渴求即时刺激的神经回路。所以那短短5分钟的静坐，可能比你去跑5公里还难。你会坐不住，你的脑子像炸开一样，无数个念头在你头上开派对。今天穿什么？老板，昨天那个脸色是什么意思？谁谁谁又去哪里玩了？太正常了。这就是你精神世界的常态，一个喧闹的菜市场。让你安静下来，不是为了让这些念头消失，而是为了让你看到他们有多吵。看到了，你才有机会选择不加入他们。第二个，面对批评，先别辩解，这个更难。当有人指责你的时候，你脑子里那个负责警报的部位会立刻拉响，你的身体瞬间进入防御状态，脸发烫，心跳加快。那句反驳的话就像子弹已经上了膛，不射出去你能憋死。但就在这个当口，你如果能让自己停下来，哪怕只停3秒钟，这3秒钟就是一个巨大的胜利。因为在这3秒里，你不是在压抑自己，你是在把自己从那个急着证明我没错的小我里抽离出来。你像一个旁观者一样，冷静地审视这个批评。这哪里是被动，这是最顶级的主动。这是你用你的理性驾驭了你的生物本能。第三个，别急着宣告你的计划。这个我们前面讲过了，把那股想说的冲动转成去做的行动。第四个，面对混乱，先观察，别急着反应。事情一乱，你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最糟糕的反应。给自己一个缓冲，看清全局再出手。你可能会问，我费这么大劲保持沉默，到底图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沉默真正的魔力不在于克制，而在于它帮你创造出一个能让你看见的空间。你不停说话，不停反应的时候，你就像一个在暴风雨里划船的人，你光是应付眼前一个接一个的浪头，就耗尽了所有力气，你根本没空抬头看方向。只有当你停下来，不折腾了，让船平稳下来，你才能看清整片海面，看清风往哪吹，看清远处哪里是暗礁，哪里是灯塔，那个你一直想不通的问题的解法，那个让你纠结好几天的人际关系的关键，那个你一直没发现的漏洞。这些洞察永远不可能在你忙得像陀螺的时候出现，它们只会在你安静下来的缝隙里，像一只害羞的小动物，悄悄探出头来看你。你一定有过这种经验，在洗澡的时候，在散步的时候，在发呆的时候，突然一个念头劈进来，你啊哈一声，所有问题瞬间迎刃而解。那不是偶然，
那是因为你终于闭上了那张向外索求的嘴，闭上了那双向外张望的眼，你的大脑后台终于有空把那些碎片资讯整理归类，拼成一个有意义的答案。这个时代噪音太大，讯号太弱，而静默就是你把讯噪比调到最佳状态的方法。你不再去听那无数个声音在喊快看这个，快听那个，你开始能听到自己内心最底层那个虽然微弱但无比坚定的声音，它会告诉你什么是对的，什么只是表象，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。那么坚持下去，你会得到什么？我先讲第一个变化，你的话语会开始有分量。以前你说话是轻飘飘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自己心里都清楚，你只是在转述别人的观点，或者在表达一个连你自己都没做到的愿望，所以别人听你说话就像一阵风，吹过去就算了。现在不一样了，你开口之前，那些话已经在你沉默的熔炉里被反复烧炼过了。你说这件事我能做，是因为你已经把最难的地方全想清楚了。你说这个方案有问题，是因为你已经把逻辑来来回回推演过好几遍了。这时候你一开口，哪怕声音不大，它自带一种掷地有声的质感，别人会不自觉地认真听，因为他们能从你的话里感受到一种确定和实在。这种被尊重不是靠你巧舌如簧争来的，是靠你沉默背后流的汗换来的。而最妙的是第二个变化，你内心的笃定根本不再需要靠开口去确认，你做成了一件事，那种价值感是实实在在长在你身上的，就像你健身练出来的肌肉，你不用看它，都能感觉到它的存在。你不会再像一个端着空碗的小孩，到处求人给你盖上一个你很优秀的章，因为你自己的碗里早就装满了你亲手做给自己的饭，那种感觉踏实极了。第三，你的关系会变好，因为你不再心不在焉。以前你跟人在一起，人在心不在，脑子里全是别的破事。现在你能全然的在场，你听得进对方说的话，这种全然的专注本身就是最高级的尊重。第四，你会惊讶的发现，你居然多出了好多时间。那些原本被你浪费在刷手机、跟人抬杠、内耗的时间，全都回来了。讲到这里，我想帮你把这一切收拢成一句话，整个转变的本质就是从被动反应走向主动回应。这两个词听起来很像，但差别是天壤之别。被动反应就像打乒乓球，球一来你就必须马上挥拍打回去，你的节奏完全被对手牵着走，你很累，而且你永远是被动的。主动回应呢，是你看到球飞过来了，你有得选，你可以选正手，可以选反手，你可以选择打回去，也可以选择把球接住暂停一下，你甚至可以选择这球我不接。而这个选择的瞬间，就是你全部自由和主权的所在。别人朝你扔来一堆情绪的垃圾，你以前是怎么做的？你本能的接过来，把自己弄脏，然后再扔回去，一来一往，没完没了，两败俱伤。现在呢，你看着那团垃圾飞过来，你让它掉在地上，或者你侧身让开，你对自己说，这不是我的东西，我不接。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内心动作，你就从那个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跳脱出来了。你不是在压抑情绪，你是做出了一个更高级的选择。我选择不被你拉低到你的水平上跟你吵，我选择把我的精力用在我自己的正事上。这种主动会让你觉得你的人生方向盘终于回到了你自己手里，你不再焦虑自己是不是走慢了，是不是落后了，因为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，你知道风景在哪，你也愿意为它负责。活在自己的标准里，从来不是自私，那是真正的成熟。它意味着你不再把自己的喜怒哀乐绑在别人的评价上，你有一套属于你自己的稳定的价值坐标。你知道你是谁，你要去哪，以及为什么。最后，我要打碎你一个幻想，你可能会想，这些道理是好，但我现在条件不够啊，我得先看完几本书。
得先找到一份好工作，得先等孩子长大，得先等我状态好一点，我才能开始。打住，那是一个陷阱，一个让你心安理得继续拖延下去的陷阱。你知道斯多葛学派那帮人都是什么处境吗？其中一个叫艾比克泰德的，他是个瘸腿的奴隶；另一个叫马可奥勒留的，他是一个四面楚歌，天天在打仗的罗马皇帝。他们的环境比你完美吗？一点都不。他们就是在各自的泥潭里，在当下立刻马上做出了那个向内看的选择。所以你听好，改变从来就不是一个结果，它是一个决定，一个在当下这一秒钟就可以做出的决定。就是现在，你感觉心里有点乱糟糟的，你不再拿起手机麻痹自己，而是就静静感受这份乱，问自己，我现在能做的最重要的那件小事是什么？就是选择了。你感觉想对身边的人发火，你闭上嘴，转过身，给自己倒一杯水，这就是选择了。这个选择一旦做出，你内在的能量流向立刻就变了，它不再向外发散被消耗，而是开始向内聚拢被积攒。这种感受是即刻的，你会感觉到一丝细微的平静，一种重新接管自己身体的实在的感觉。这个转变的起点不是那个金光闪闪的遥远的未来某一天，它就是现在，就是你看完这段话，心里带着一点点不耐烦，又带着一点点触动的这个当下，你就站在门槛上，你要么继续被这个世界拉扯，被人偷电，要么就现在你选择把脚迈进来。好，如果这支影片有那么一句话戳中了你，让你也感觉到自己好像一直在漏电，我想跟你说，你不是一个人。其实关于精力被消耗这件事，还有一个更隐秘的现场，就是关系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有些人跟你聊得来，可你跟他相处完，反而觉得自己不太重要。我在另一支影片里专门用心理学猜过，为什么有些人聊得来，却让你觉得自己其实不重要。看完你会恍然大悟。还有，如果你正处在一段消耗你的暧昧或感情里，我强烈建议你去看那支一个人没那么喜欢你。最明显的不是失联，而是这个细节。那个细节，很多人一辈子都没看懂。以及，如果你今天听完这套停止讨好，富养自己，很有共鸣，那你一定会喜欢我讲的另一个主题。为什么停止追逐爱情的人，反而更容易遇到健康的关系？这跟今天讲的斯多葛其实是同一套底层逻辑。这些影片我都会放在上方的资讯卡跟下方的说明栏里。如果你认同今天讲的，请帮我点一个赞，对我这样一个想认真做内容的人真的很重要。如果你想以后继续跟我一起把被偷走的精力、被偷走的时间一点一点抢回来，请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那个小铃铛，这样我更新的时候你才不会错过。最后，我想在留言区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身边那个最消耗你的人，或者那个最消耗你的习惯，到底是什么？把它打在留言区，说出来，本身就是你堵上第一个筛子眼的开始。我们下支影片再见。